你觉得买房子该选老公寓还是新社区？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小宅可以买吗？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跟你讨论另一个问题，买房该选老公寓还是新社区？这个问题啊，在网络上已经有很多人站来站去了。那我这次就来讲一下这两个怎么选。首先我们来讲老公寓。老公寓它的优点是什么？就价格便宜嘛，地段成熟啊，生活机能完善。你想它就压在那边，然后屋龄40几年了，所以它附近啊那个人口就聚集起来了。它 7要开早开了，甚至全联什么也都开了，学区也很好这样。但缺点就是管线老化，有水管跟电线的问题，然后跟缺乏管理，就没有管理员，还有那个就没停车位嘛，然后要爬楼梯这样。可是它使用空间是极大那一旦发生管线的问题，不只是修理的费用很昂贵啊，还可能会影响到你日常的生活。再来是老公寓的管理问题也要注意因为老公寓没有什么管委会这种东西啦，那都几个热心邻居这样子而已。那如果像遇到什么洗水塔、灯泡不亮这类问题，就没有人会去处理。然后还有两个你可能会遇到的问题那第一个就是你住老公寓的话，可能会遇到很亲切的邻居像我一个朋友的对门就是一对退休夫妇就闲在家如果在楼梯间看到你，会把你抓过来闲聊，然后什么早上买虾子问你，要不要一起煮来吃这样，然后就看你能不能适应。那再来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也不能算是问题，应该叫做现象就是很多住在老公寓的人，就是因为没有钱他才搬不走没有钱他才搬不走。那有可能有一些公共财坏掉了，他就不会想要去分摊。像我住公寓的那个朋友他就遇到有一户他洗水塔的费用，大家摊下来只是200-300块他也不缴这样另外你要知道买新社区的优缺点买新大楼的优点就是设施很齐全安全比较完善有人可以帮你收包裹倒垃圾住起来就真的是比较舒服，只是比较小缺点就是它房价就比较高了然后还要管理费那日常的支出就会比较高，就是你住个新大楼，你大概一年就是3到5万块要去缴那个管理费另外你要担心的就管委会管委会的权力有多大是不对称的大这个我们之前有拍一起讲过，就公寓大厦自治管理条例给管委会的权力太大了那你说其他还有什么缺点也还好新社区不太会遇到什么问题因为有财力的人才买得了新社区嘛。那买新社区，就你的邻居什么的，应该都比较有实力比较有那个看展那遇到阿萨布鲁可能就比较少。除了一种就是那种盖得很密集，然后都套房2房的，那都投资客买，然后买来之后就租租随便只要租得掉就好。所以有很多八大会去租做八大的他们比较爱面子那比较爱面子的情况之下的话他就要气派的新大楼这样所以就变成说可能你那些户数很复杂的，那你遇到的那个8+9的邻居会比较多。8+9邻居的问题是这样，就是这不是说只有新大楼有老社区也会有的只是它数量上不是这样就像那个8+9会吸毒有一些8+9会吸毒，然后吸毒吸到人家报警，然后就处理完了之后然后回来继续吸这样要赶又赶不走，然后你去联系那个屋主，那个屋主的投资客也不住这里，然后就觉得说这也没什么这样乌烟瘴气的。我朋友有讲就是他也是住一个新的社区然后就我朋友不是8+9只是他的邻居就有8+9就是说他们那一层有吸毒，就是走到那个梯厅都会闻到那个 K 烟的味道。他那一层孕妇呢，你说这个大家怎么容忍下来就有其他住户是孕妇，然后晚上会很吵很闹，然后出入入很复杂这样那就新大楼什么东西新地上就有槟榔渣跟烟蒂就会有这种情况扯远了总之做新大楼可能会遇到问题你现在会遇到问题就是你买了之后大概都会持有5年不然你就是房地合一税很贵嘛。那你很有机会你遇到之前那些做好的公设久了以后就其实也没人在用，后没人在维护甚至泳池就开始有落叶喷水池脏脏旧旧的，那些规模比较小的管理员刚开始都24小时，
然后后来就因为预算的关系就变成只有日班晚上的话就没有这样，那进而会影响到你到时候要卖房子的时候，你开价可能会不如预期。最后你要知道投资客会怎么选先说结论主要投资客就是看投报率基本上老公寓在看投报率的时候，它胜出的机会会高很多。因为老公寓它虽然有很多的缺点但是它比较溢价空间所以它的投报率比较好拉起来那租金跟那个新大楼租金是差不多的。那因为新大楼是新的嘛，然后它旁边的社区价格也不会差太多，所以很容易会谈成死租价这样，就你根本也凹不到多少钱的那个的价差那变成你总价就已经高了，然后租金也跟人家差不多，那你的投报不会高到哪里去。而且新社区要出租的话，很多租客都不想要付管理费，不然就你说管理费租客缴，那租客就动不动就欠缴1期2期，然后害你在人远在其他县市你还接到电话这样同样的地点跟租金，你多一个管理费就是会多个500、1000那甚至现在新的2房管理费跑到1700甚至2000多，这个对租客来讲就体感上就差别很大。那你说老公会遇到长舌的邻居这个事情很奇怪如果他知道你是租房子反而不太会来跟你聊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就算到时候要去缴钱什么的，他一样都是去找房东，所以邻居不太会打扰这个租客。我说公寓啦所以投资的话，你只论投报率，真的是老公寓会比较香。而且老公寓有个大绝招，就来等都更对不对你看这次4·3大地震，除了花莲天王星这样子以外，那真正出现严重的灾情比较多还是公寓那遇到这个公寓出现灾情这个就都更了当然我们都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但是这个危老都更就一定要介入了一定要介入了。那这个老公寓的终点就是等都更，一等到都更只要你当初没有乱搞比方说那么违建一大堆，或者是什么有的没的，或者你当初那个根本就是违建，这样的话你能分配到权利其实都会很好那真的就是会数钞票数钞票数不完的钞票的这种程度。那新大楼不会都更的啦，很难极难就你那个住户怎么摆平摆不平的那个好几百户这样所以如果你论投报率那当然是老公寓会比较香。不过我自己都是看大楼了我自己都看大楼好，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今天我们聊了买房该选老公寓还是新社区。我先跟你分享两者的优缺点老公寓的价钱比较便宜地段成熟，那生活机能完善，但存在管线老化跟缺乏管理的问题，你最好是多准备笔修缮费用。那新社区它怎样？它设施齐全，安全系统很完善，但相对的要付出的成本也会昂贵很多就管理费那些。所以我会建议你考虑到你个人的生活方式跟未来的计划来做选择。你是自己要住的话，如果你重视社区的成熟度跟生活便利性，那老公寓会比较好。那如果你更看重居住的品质跟社区的设施，那你当然就选新社区了另外我跟你分享如果以投资的角度来看，老公寓因为价格低溢价空间比较大，更可能带来更高的投资的回报率最后我想问你，你会买老公寓还是新社区？欢迎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一起讨论。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我对房市的看法，记得关注加订阅，以后分享更多给你。讲八卦讲八卦。这个新社区跟老公寓我都看过很多间的讲一个我到现在我看到我还是觉得很酷的公寓这是这样在板桥在哪边就不讲了。是谁报给我？代书是代书报给我，也不是那个中介我跟你讲，代书就是这样就是他其实很多时候会有一些很厉害的物件会先到代书，不是先到中介。就去他说走去看公寓我说公寓有什么好看？好我们去看，然后确实就是公寓好。然后屌的来咯，他一进门他就是跟我强调说这些很厉害怎么样好，空屋啦那一进门我们门一打，哇真的很夸张那个公寓屋龄我去看的时候已经30年以上了结果那间公寓是新的，没有人住过没有人住过，真的是没有使用痕迹为什么？因为就真的是你就公寓盖好以后，然后大门关起来，然后从此不再进来的这种程度的新很夸张就我第一次看到公寓的厕所这么干净就真的
还是有些黄黄的，我不知道那水垢还是什么哦，还是工人偷大便之类。好，但是很夸张哎，就是公寓的厕所那么新，那公寓呢，然后它砖缝都是新的，然后那个复古花色的瓷砖，其实它新的时候也是蛮漂亮的哦。然后我们去看那个厨房，那个厨房一整套厨具胶膜都还没有撕，然后那个胶膜也没有碎掉或破掉，那不是新的哦，那就真的整座放在那边哦，放30几年就这样。我说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嘿，他就说啊，地主户啊，就那时候要开路还是怎样，然后就反正地主户。好，然后这个地主哈就搞来搞去，他自己也不知道这间房子哦，所以那个过世了哈。那过世了之后，那儿子女儿在跑了，发现怎么会有这间房子？然后在那一条街上还不止一间房子，那就要处理嘛。哦，分家产这种事情是这样，就是怎么分都不公平，所以就是把它卖掉，然后大家分现金这样。好。所以就找代书去处理了，然后那个代书就自己也是投资客，然后就叫我一起去看哦，很特别，对，全新30年未住公寓，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对，它也是有缺点哦，就是那个铁窗，那时候就装铁窗了。好，那个铁窗是生锈没有错，然后它阳台有一些就风吹日晒雨淋的一些，就瓷砖是好像你用手抠了起来，那不是什么就不好之类的，就都没有人去维护，就变成这样。哇，那个公寓整理起来真的是那个太厉害了哈，然后都没有什么漏水壁癌哦的事情。它在顶楼，哇，真是顶楼公寓这么稀有，然后还都全新未住，你有看过这种东西吗？超厉害的，那个整理起来我看也不用花10万块，那个真的就家具店买一买哦，就很厉害，很好住了，超屌的，居然有这种30几年，然后全新未住公寓。后来就有一对小夫妻去看，然后他们就很喜欢，他们就买了。对，谁不喜欢啊？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都30几年屋龄，然后从来没有被住过，这真的是我看过最屌的，哇，这神奇的公寓哦！就这样讲个八卦分享一下而已。台湾人有多爱买房子，我想不需要我来说明哦。最后我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心得给你了，因为太多人私讯问了，那干脆拍成影片。先说结论哦，买房置产是为了老了有房也有钱，不是为了短期炒作哦。现在短期炒作赚不到什么钱哦，你不要搞错了。那置产就是来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你就做个好房东，一直出租合法报税哦。我的心得哦，第一个，不要爱上你要用来置产的房子，你是要置产欸，不是要买来当传家宝的哦。只要整洁干净、好出租，整理到出租给人家问心无愧，这样就可以了。重点是好出租哦，不是你喜欢哦。好出租的房子比自己喜欢要重要太多了。第二点，不要用自住的眼光来挑选你要出租的房子就你是要出租你不是要自己住所以什么高楼层啊、有景观啊，其实这种条件是很好，但它没办法让你的租金多收1万块、2万块租金租的是行情跟你房子的总价没什么关系。那3房平车就是3房平车的租金行情，2房没车位就是2房没车位的租金行情。所以你打定主意你是要自产，那你更好的选择是你看中一个社区，那个社区里面的什么低楼层啊、面中庭啊这种房子，因为同个社区高楼层同样的房型你跟它租金差不到3000块，可是你买的总价可以便宜个100万以上，那投报自然会高人家很多嘛。自产就是选这个才比较合理。等一下，你是不是想要反驳我？好，那你就去挑高楼层有景观，那总价比人家买超过贵100万，然后跟低楼层面中庭的包租公收其实差不多的租金都可以你爽就好。第3点，非常具有潜力的房子往往都很反直觉可是那个才是好东西。也就是说，好的自产物件就中古电梯大楼那个室内又脏又乱，漏水壁癌直接起来，其实这种我们最喜欢了，反正总归都是要花钱整理的嘛，不如屋主你就不要整理，你就卖我便宜，让我们自己整理就好了。真的我们认为的好东西其实带你去看你都不敢买。我们看到广告里面写什么全新整理，这个就兴趣就少了80%，这个要讲不完啊。总之就是说，自产物件它其实都是反直觉的，它的卖相都不好就是因为它卖相不好，因为它烂，所以它总价才低，它总价低，投报才高那新手很容易不小心去买到那种贵松松的漂亮房子，变成说
它有涨没错啦，可是它涨的空间也不大。哦，那老鸟大概都买好地段没整理的烂房子，什么屋龄20几年啦，然后漏水又闭癌就 OK 啊。哦，这个没办法训练啊，这是心魔哦，你只能够自己真枪实弹，我去练习几次，你就会懂了，就跟我当初一样哦。那像我们现在看到屋况不够烂，我会觉得很可惜哦。你要自产，你就是要总价低嘛。同一个社区里面总价低的房子啊，往往都是那没整理啊，条件不好啊，什么地落层、面中庭啊。那自住客门一打开，他乱糟糟的，他就摇摇头不喜欢。可是自产客杀杀价就买下来，再花几十万整理到 IKEA 风该换的都换，到整理到问心无愧，然后长期出租，其实它投报率更好。这个就是我说适合自产的房子它乍看之下它都很反直觉。以上我的赖最常被问就这3点所以就第一个，不要爱上你是要用来自产的房子；第二个，不要用自住的眼光来挑房子第三个，适合自产的房子它都很反直觉最后我看好高雄啊，你看我影片那么久，你也知道高雄超棒，高雄不止台积电，未来的影片我也会陆陆续续介绍各项重大建设。自产高雄就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因为我跟店长配合超久了那非常的尽心负责。那他们也有长期合作的装潢、整理、出租反正自产高雄，我就推荐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现在就加他们的 LINE 买房阿元观众专用 LINE 小老鼠 go， 小老鼠5个 go 请助理立刻丢几个适合自产的房子给你看。记得炒房不好，不要炒房，长期自产出租，配合政府的社会住宅政策，做个好房东。因为买房阿元自产高雄，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